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过去中国創業者最夢寐以求的路徑是啥呢？是拿美國資本的錢在中國市場做大，然後去美國上市，投資人高位退出，創始人也可以套現，獲得財富自由和人生的成功。但現在這條路越來越難走了，因為大家知道現在中美的關係非常的複雜呀。不過現在一家叫 Miners 的中國 AI 公司剛剛創造了一條全新的路徑，就是先跑入新加坡，然後以超過20億美元的價格賣給 Meta。扎克伯格據說是親自操刀啊，10幾天就談完了，成為 Meta 史上第3大的收購案。創始人蕭紅啊將出任 Meta 的副總裁，投資人真格基金是賺得盆滿缽滿。看起來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局，對吧？但就在前幾天啊，中國商務部宣布要調查這筆交易，理由啊是涉及技術出口、數據出境等合規問題。那這下呢，事情就變得複雜了。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Miners 到底是個什麼來頭？為什麼 Meta 願意花20多億美元收購？那它這套新的跑入新加坡的玩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以及中國監管部門為什麼要出手？咱們先來看看 Miners 這家公司的背景哈，它的創始人蕭紅呢是1992年出生的，非常的年輕，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軟件工程專業。他呢不是什麼海歸精英，也不是說像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哈，就是從小縣城考出來的這樣的一個理工男。當然了，華中科技大學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校。然後他高中的時候啊，就非常喜歡寫這種軟件啊、測評類的文章。大學畢業後呢，他沒有考研，沒有說繼續去深造，也沒有去大廠去說鍍一下金吧，或者說收穫第一筆財富。哎，對，就直接在武漢創業了。2015年的時候呢，蕭紅創立了一家公司，叫做夜鶯科技，做了2款微信生態的一個工具產品。一個叫易辦助手，一個叫微辦助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哈？我本人是沒有用過的，所以我特意搜了一下。它這個易辦是公眾號排版的一個工具，微辦呢是企業微信的私域運營工具，服務了超過200萬的一個 B 端的用戶，直接就拿到了你看騰訊和真格基金一起投資了上億的一個投資額，可以說他的這個初始的創業經歷應該是非常的成功了。對，然後緊接着2022年，蕭紅就看到了 AI 浪潮到來了，果斷 all in。他創立了叫蝴蝶效應公司，推出了第一款產品 Monica， 一個整合了 ChatGPT、Claude 等模型的瀏覽器插件，主攻的就是海外市場。哎，那不得不說，我覺得蕭紅還真的是有點才華的哈，因為你看 ChatGPT 其實也就是最近2-3年開始火爆嘛，然後他迅速的就能夠找到一個這個怎麼說一個細分市場，對，切入口，然後跟他們進行銜接。人家永遠站在風口，他不是有點才華，是非常有眼光、有行動力的一個人。然后这 Monica 呀，在海外它首先就積累了超過1000萬的用戶，這也相當不小哈，年收入達到了1000萬美元的級別，已經實現盈利啊。但真正讓蕭紅團隊爆紅的，就是2025年3月份推出的這個 Miners。Miners 啊，這個名字來自於拉丁語啊，意思就是手腦並用。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聊天機器人，它是一個號稱全球的首款通用 AI agent， 一個真正能夠執行任務的一個 AI 智能體，這個就牛大了。將來機器人如果跟它一結合，哎，那就是一個能執行任務的機器人啊，那跟普通的那種 AI 什麼對話機器人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啊。給大家舉幾個例子，你就明白哈。就 Miners 它有多厲害呢？就是比如你讓它幫忙篩選15份的簡歷，找出最合適的一個候選人。Miners 它會自動閱讀，首先啊，它自動閱讀所有的簡歷，然後做對比評估標準，然後給你一個非常詳細的排名和分析報告，甚至還可以做成表格。再比如你想在紐約買房的話， Miners 就會幫助你研究安全社區啊，識別優質的學區，計算你的預算，然後搜索符合條件的房源，最後生成一份完整的購房報告，連這個數據來源都標注的清清楚楚。你看有的 AI 現在就是胡編亂造嘛，那現在你要想覺得這個數字，哎，怎麼看起來好像是不是不太對呀？你就可以直接點開鏈接去看。還有股票分析、代碼編寫和部署、市場研究等等哈，它幾乎什麼都能幹，而且是完成整套的一個任務執行，直接給你輸出結果，而且這個過程啊，還有這個依據都給你標注的清清楚楚。那相比於豆瓣啊、DeepSeek 和 ChatGPT 啊，這 Miners 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定位是與眾不同的。哎，我也就有一個疑問，講到這兒，因為你看我也是算是 ChatGPT 的一個重度使用用戶嘛。ChatGPT 剛剛生成了2025年的 Year with ChatGPT， 我就是使用量全球前1%的用戶，因為我已經覺得它已經很好用了。然後
後你剛才提到代替搜索引擎了，对你刚才提到那些功能，我觉得 ChatGPT 其實也都能處理的挺好。我就想說，已經在有 ChatGPT 這麼完善的這個 AI 工具下哈，然後像中國現在大陸又有什麼 DeepSeek 呀、豆包這些，就是口碑也還不錯的。那這個 Manners 它跟他們有什麼就是區別，或者說更閃光的地方，就是讓這個小扎馬上就想投這麼多錢呢？就是它這個 Manners 本質上啊，跟他們的區別就是之前你提到這些，包括豆包、DeepSeek、ChatGPT， 本質上目前啊，它還是一個對話型的 AI，就是你問它問題，它回答，它更擅長於聊天啊、写文案啊、回答問題，或者你输給它一些東西，然後它給你綜合做一些分析等等哈。但是 Manners 我刚才講是任務執行行為的 AI， 它就能從頭到尾完成一個非常複雜的任務，不需要你一步步的指導。你想想 ChatGPT， 你要讓它完成一個很複雜的任務，你想想你得指導多了去了，这一步步確實有詳細的指令得給他。對，你比如說再舉例子，你看那個 DeepSeek， 如果你讓他幫你分析股票，哎，他會給你一堆什麼分析思路和建議，而且他有的時候會告訴你啊，我不能分析個股，我不能推薦個股等等啊。然後但 Manners 呢就會直接去調用雅虎財經的 API， 哎，抓取歷史的數據，然後交叉驗證準確性，最後生成一份非常完整的分析報告，就任務執行型的。它將來跟機器人一結合，那機器人的智能會不得了。這就是為什麼 Meta 它願意砸20多億美元來收購 Manners。然後 Meta 的這個 CEO 扎克伯格呢和幾位高管，他們本身就是 Manners 的重度用戶，他是老板自己用爽了，就覺得這個非買不可，直接就下場買。Meta 呢在 AI 領域呢一直是有短板的哈。對，因為像那個 OpenAI 弄的 ChatGPT 嘛，就像是 Sam Altman 的，我就感覺扎克伯格呢，其實過去1-2年他一直想在就是 AI 領域也大刀闊斧一下，但是一直做的就不咋地，沒有說特別好用的東西出來，就感覺他這個是不是就是想整一波對抗 ChatGPT？ 沒錯。這 Meta 是大模型，它確實能力也不錯，但應用層啊就一直沒做起來。Manners 人家推出僅8個月，哎，年度經常性的收入就突破了1億美元，就證明了它這個 AI agent 的商業模式絕對是可行的，因為任務執行型太省力、太好用了，就大家願意真金白銀的花錢來使用它。那對於 Meta 來說，那收購 Manners 不僅能補齊應用層的短板，還能把這套能力整合到 Facebook、Instagram 等產品裡面，服務數十億的用戶。這一推廣，那你想 Manners 的應用前景，那簡直海量啊！所以、這個、反正講完了今天這個，我一會兒馬上得下載一個，我就想看看扎克伯格用爽了的是什麼樣的。對，所以這個價格，哎，扎克伯格給的20多億美元，讓這個真格基金合夥人劉源他就說，他覺得這筆交易前後就10幾天就談完了，然後而且就金額這麼大，就又快又好，就他都懷疑是不是一個假 offer。當時呢 Manners 他是正在以20億美元進行估值融資，然後 Meta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在這個基礎上直接又給了一個溢價啊，據說現在最終價格是25億美元，10幾天就簽完啊，收完了。這個速度啊，在硅谷歷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說明這個扎克伯格是真的着急，而且非常看好這個 Manners，而且 Meta 確實它也需要在 AI 的應用層趕緊補課，否則啊就會被 OpenAI 和 Google 甩得更遠。現在重點就來了，那 Manners 是怎麼完成這套操作，就怎麼直接賣給扎克伯格的哈？因為它畢竟是家中國公司嘛。以前呢，中國公司跑到美國上市啊什麼之類的，它都要通過 VIE 的架構啊，具體我不詳細講了。那它現在 Manners 這套玩法，現在很多人被稱為是教科書級別的身份工程。首先，第一步，產品路線選擇，可以說真正改變它命運呢，就是團隊果斷轉向通用的 AI agent， 而不是繼續磨那個聊天機器人或者單點的一個工具。這個判斷和方向選擇非常關鍵，因為他們提前預判到了 agent 會成為下一個風口。第二步就是海外首發。這個創始團隊和大量的研發力量仍在中國的時候，主要是在北京和武漢啊，在那種時候，然後 Manners 產品是直接選擇在海外市場發布，而不是在中國發布，而且它使用了那個 Claude 等國內無法訪問的頂級模型。2025年3月，這個產品一發布，立刻就在海外爆紅，全球的用戶、全球的口碑、全球收入，哎，都有了。當時輿論壓力也確實也不小，很多人就質疑為什麼不先服務中國的國內市場。哎，但它現在換來的就是真金白銀的全球化的一個基礎。現在大家全球都知道它這個 Manners， 然後也引起了扎克伯格的使用和注意，以至於才有了後來的收購嘛。
所以這裡面有個很關鍵的點，很多人就沒有意識到哈，就為什麼 Miners 一開始就選擇這個海外市場？表面原因啊是全球化估值更高，但深層次原因就是中國大模型的困局。說句實在話，你看国內大模型发展啊，敏感詞太多了，是吧？对，受到非常嚴格的這個言論監管和限制。比如你問他敏感的話題，他就會告訴你啊，作為 AI 助手，我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你讓他生成某些內容呢，他就說抱歉，我無法提供相關信息。這怎麼行呢？你說對於 AI 來說，對，你看這種限制，短期看可能影響還好像沒那麼大，就跟別的海外的 AI 差距沒有那麼明顯，但長期來看，一定會對大模型的发展和智能產生巨大的影響，以至於產生巨大的差距。為什麼呢？你看這個 AI 的智能本質上就來自於對海量數據的學習和理解嘛。那如果你給它設置了太多的禁區，它的認知就會出現大片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這種限制會影響模型的推理能力和創造力啊。你想，你有些禁區就讓你不講邏輯了。那你想想，一個從小就被告訴說啊，你這个不能問啊，那個不能說，然後這個不能這麼想，不能這麼思考問題。你想這麼一個孩子，他長大後怎麼可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呢？那 AI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你看 Miners 呢，它用的就是 Claude GTP 這些國際頂尖的模型啊，它在這個上面構築它的應用，它們就沒有那麼多的限制，能夠更自由地理解世界、處理信息、生成內容。你很難想象一個被閹割和限制的人工智能，在未來可以和美國的這些人工智能抗衡。這不是技術水平的問題，而是根本性的發展環境的差異。所以這個蕭紅的團隊啊，應該是從一開始就想明白了，要做全球頂尖的 AI 產品，就必須用全球頂尖的模型，就必須要面向全球市場。這也是為什麼 Miners 產品一發布，就沒有中文版，因為他們知道在國內做 AI 產品，天花板就在那兒，就那麼高。第三步啊，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總部遷到新加坡。這一步的背後操作啊，有一個算是驚心動魄的故事吧。就2025年的4月 ，Miners 它完成了美國頂級風投 Benchmark 領投的7500萬美元 B 輪融資，估值從8500萬美元飆到了5億美元，相比上一輪是翻了5倍不止啊，遠超中國本土投資機構願意給出的價格。這筆融資啊，資本來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證明這個硅谷頂級資本看好這個 Miners 未來，對吧？對啊。Benchmark 呢，可是投過什麼 Uber 呀、Twitter、Instagram 的這種傳奇風投，能拿到他們的錢，在資本市場那絕對是金字招牌，他再拉融資都非常容易。但問題很快就來了，因為 Miners 這個原罪太明顯了，創始人是中國人，公司註冊在北京，核心技術做的是通用 AI Agent。在中美科技戰這個大背景下，這筆投資引起了美國國內的一個反彈啊。硅谷就有投資人公開指責說，這個 Benchmark 資敵，說這是用美國的錢培養中國的 AI 對手。然後還有共和黨參議員直接就點名說，這是用美國資本援助中國 AI 發展，建議國會介入審查。更關鍵的是，在2025年1月，美國呀剛剛生效了一項新的規定，就是禁止美國機構投資中國的 AI 企業，要求任何可能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的 AI 投資都必須向財政部報備審查。那依據這條新規定美國財政部後來就正式向 Benchmark 發詢問函，開始審查這筆7500萬美元的投資是否違反了對外投資安全計劃。根據《金融時報》當時的報道說，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就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說 Benchmark 可能會被要求全面退出 Miners 的投資。所以你看 ，AI 發展本來是一個科技和商業領域的事兒，現在都已經跟政治綁上鈎了哈。那 Benchmark 呢，它作為一家以技術和回報為驅動的一個風投機構，就被捲入了這個地緣政治博弈的前台，成為測試脫鈎紅線的這種典型案例。面對這種壓力，Miners 創始人和 Benchmark 就做出了一個選擇，就是和中國徹底切割。這可以說也不完全是姿態問題啊，這也涉及到這個公司未來的生死問題。如果不能證明 Miners 已經完全脫離中國， Benchmark 的投資有可能保不住，所以 Miners 這個融資就包括後續的融資都有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阻力啊，所以它後續的發展可能也會受阻，創始人這個財富自由的計劃也可能就泡湯了。於是就有了接下來那一系列雷厲風行的操作。2025年的6月到7月，3位創始人員陸續遷往新加坡，國內的團隊大規模的裁員，原來的120人的團隊裁掉了約80人，佔國內團隊的70%都裁了，只保留40名核心技術人員遷往新加坡。裁員補償據說是N+3或者2N，這還算比較厚道。
那蕭紅呢，人家就清空了什么微博、小红書等所有国內的社交賬號，中國市場的服務和運營全部停止，和阿里合作開發中文版 Miners 計劃也擱淺了。官網屏蔽了一切中國的 IP 訪問，顯示 Miners 在你所在的地區不可用。緊接着就開始在新加坡招聘了，崗位的月薪是月薪8000到18000美元，大約是國內同類崗位的3倍價格啊。那法律和資本結構上 ，Miners 就把中國業務和國際業務清晰做了一個切割，公司主體變更為新加坡公司，由開曼群島註冊的母公司全資來進行控股。Meta 的發言人啊就明確表示說，交易完成以後 ，Miners 將不再有任何來自中國的持股。哎，這個大招是不是扎克伯格給出的呀？未必是扎克伯格本人，那可能就是包括 Meta 團隊 Miners 雇傭的這個非常有經驗的這種非常老道的這種律師團隊啊，一起制定的這麼一個計劃啊，這就是一個結構性的切割，就是不能和中國沾半點關係，只有這樣呢，才能讓 Benchmark 等等以後面一系列美國人的投資通過美國監管的審查，才能讓 Miners 有資格被這個 Meta 收購。再看投資人這邊，那真格基金、紅杉中國、騰訊啊，都是 Miners 早期的投資人。他們投錢的時候，公司的估值啊才幾千萬美元，現在退出回報也是幾十倍啊。也就是說，他們把這個公司整個遷到新加坡，並沒有把投資人全甩掉，還是給他们回報了。那如果投資人不想退出，想繼續留在裡邊，那小扎同意嗎？那應該不，那當然不同意啊，因為 Meta 就是要把你全盤收購啊，就是全資收購。對，然後創始人和等等一些核心的骨幹都併入到 Meta 的這個團隊裡面去，就是我可以給你們錢，但你們必須要退出哈。那也就是說，連創始人都沒有保留股份了。但是創始人大概率會置換一部分的 Meta 的股份所以說他為 Meta 服務，然後可能還會簽一個什麼協議，就是說你要服務多少年，也做出怎樣的貢獻，然後兌現怎樣的期權和股份啊。所以也有經驗的這個法律團隊肯定把這個方方面面都會考慮的面面俱到的啊。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投資人名單裡面，這個久違的真格基金又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我都不記得上一次出現是啥時候了。對啊，我感覺徐小平都已經销聲匿跡很久了。對，現在都不知道是不是還是徐小平在裡邊了。這次的投資案例的成功，他們獲得這麼高額的回報，證明了他們的這個眼光依舊還比較毒辣。有意思的是啊，就在 Miners 跑路新加坡幾個月之後，國內還有媒體發文說，逃離中國的 Miners 可能白跑了。因為 Benchmark 在美國遭遇了審查壓力，最糟的情況下可能被迫退出投資，所以很多人以為 Miners 好像是完蛋了，既回不了中國，在美國也站不住腳。結果呢，人家下了一盤更大的棋，直接就把公司賣給 Meta， 一勞永逸解決所有問題。Meta 收購之後 ，Miners 就徹底成為了美國公司。Benchmark 的投資不僅保住了，還賺了幾十倍的回報，這就是真正的破局之道。只能說呀，這個創始人蕭紅啊，真是個狠人，判斷準確，做事果敢，不拖泥帶水。他看清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就是在中美科技戰的大背景下，一家中國背景的AI 公司想要拿美國的錢做全球的生意，就必須付出徹底切割的代價。而且啊，你看，不是弱化中國的標籤這種啊，而是徹底刪了，抹掉了，一刀兩斷，改頭換面。對，這是進入美國科技體系的門票。那整個操作下來 ，Miners 就從一家中國公司變成一家新加坡公司，再以國際化身份賣給美國巨頭。這套玩法的核心邏輯就是既規避美國監管，不能有中國的背景，又要保留核心團隊和技術，還要讓投資人賺到錢。看起來好像目前是一個3贏的局面。顯而易見哈，大家肯定都能想到，這筆交易呢，迅速就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個激烈的一個討論哈。我們先來看一下反面派的聲音，有網友就說哈，你看這些人眼裡只有錢，坐等審查結果，不要開這種損害國家利益的先例。還有網友說，堅決不能讓技術和人才外流，這是他們之前的動作，蓄謀已久了。還有人說哈，這可不是一筆簡單的買賣。Meta 想花20億美元買下已經搬到新加坡的 AI 公司 Miners， 但中國商務部出手審核了，盯得很緊。為什麼這麼敏感？因為你們這些技術和人才的根在中國呀。現在想通過新加坡洗白身份再賣給美國巨頭，你們這不就觸碰了中國技術主權和人才外流的紅線？在中美科技戰的大背景下，你這筆交易要是成了風向標，那以後可怎麼辦呢？如果最後被叫停了，那信號就表示非常明確了，中國核心的 AI 人才和技術想用這種換殼的方式流出去，以後就會難上加難了，這會影響後面非常多的中國 AI 創業者的出海的算盤。
也有支持者哈，你这支持派就認為 Miners 你看是中國 AI 創業的成功案例，值得鼓勵啊。他們的觀點是：第一，全球化是 AI 行業的必然趨勢，如果只服務國內市場，估值天花板就在那兒，很難做大。那 Miners 呢，面對全球市場才能拿到20多億美元的估值，創始人和投資人都實現了財富自由，這有什麼不好？第二，這個蕭紅團隊的產品能力和執行力那都是頂級的呀，在國際舞台上贏得認可，這是中國創業者的驕傲啊。第三， AI 應該是沒有國界的，技術應該服務全人類，而不是被地緣政治綁架。對，我剛剛也想到，不是之前有一句著名的話嗎？叫做雖然科學家有國界，但是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其實 AI 也是一樣嘛。對，還有人說的比較直白，說你看看國內大模型那個審查力度啊，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做，那創業者那能有啥發揮空間？人家選擇出海，就是因為想做真正的 AI 產品，而不是做一個被閹割的 AI 助手。而且 Benchmark 的這個審查壓力也證明，就算你想兩頭通吃，那是不可能的。美國監管都會逼着你必須選邊站。在這種情況下，選擇出海賣給 Meta 是最理性的商業決策。你不能一邊限制人家的發展空間，一邊又罵人家不愛國，這是不公平。當然了，也有一些兩邊不討好的中立派，比如他們就認為啊 ，Miners 的這個選擇無可厚非，但也反映了當前的無奈。中國 AI 創業者確實面臨兩難問題，如果留在國內很難拿到高估值，也很難被國際巨頭收購。你看 Miners 之前啊，你知道嗎？就是曾經被字節跳動以3000萬美元這個價格來進行發出收購邀約，對呀，差距多大？是，而且字節跳動已經算是一家非常有實力的公司了。然後，而且大規模的這個監管限制確實會影響一些 AI 產品的競爭力啊。如果出海又被質疑不愛國，這種撕裂的本質啊，就是地緣政治和監管環境的副產品。那創業者呢，只能在夾縫中生存，那日子確實不太好過。上回書我們說到，大家就以為這事兒本來應該塵埃落定。你想，反正已經是一個新加坡公司被 Meta 25億美元全資收購，哎，你這事兒都已經定了。但是在2026年的1月8號，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商務部將會同相關部門對 Meta 收購 Miners 案開展評估調查，審查呀，它和這個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等等相關法律法規的一致性。這個表態信息含量是非常大的。首先，這個商務部用的措辭是評估調查，而不是正式調查，這意味着可能是常規的合規審查，也可能升級為更深入的調查程序。其次啊，商務部還明確提到了3個關鍵的法規：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對外投資啊。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一下啊。第一，這個技術出口管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進出口這個管理條例》和《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中國有一份技術出口清單，把技術分成3類，包括禁止出口、限制出口和自由出口。如果你的技術在限制出口名单上，那就必須要先向商務部申請技術出口的許可證，才能轉讓給外國公司。Miners 這個 AI 智能體技術，尤其是涉及什麼專門用於漢族及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工智能交互界面技術的部分，很有可能在這個限制出口目錄裡。如果 Miners 把公司賣給 Meta 之前沒有申請技術出口許可證，那就有可能構成違規。即便你這個創始人換了個殼跑到新加坡注冊了一個新公司。但是，畢竟 Miners 這個公司，它原來就是在中國，研發團隊什麼都在中國。你產品發布的時候，那你的核心都是在中國，所以這種欽差脫教式的這種小聰明，在審查面前它是不認可的。而且，你看發郵件、共享代碼給外方開放服務器、访問權限等等，理論上都可能構成這種技術轉移。這個是應該是在遷到新加坡之前就已經開始了。第二就是關於這個數據出境的管理。根據數據出境的安全評估辦法，如果一家公司在中國收集了用戶的數據，想把這些數據傳到境外的服務器或者分享給境外的公司，需要接受國家網信部門的安全評估。Miners 呢，作為 AI 智能體的產品，在運營過程中應該是必然收集和處理了大量的用戶數據。如果這些數據隨公司一起搬到新加坡，可能需要經過這個數據出境的安全評估。第三就是對外投資。
雖然這個 Miners 的年收入現在只有1億美元左右，遠低於反壟斷申報的標準。全球這個營業額這個反壟斷標準啊，需要超過120億人民幣以上啊。但如果有證據證明交易可能存在限制競爭效果，那市场監管總局仍舊有權要求2家公司主動進行申報。基於這個調查，那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崔凡他就在公開的文章中就說了啊，認為只要迅速和中國切割，就能同時召開中美2國監管體系，這種想法可能過於簡單。他的意思就是，你換個馬甲，改了國籍，只要核心技術在中國土地上是研發的，那監管部门就有權進行追溯。這個監管層的邏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技術啊就是有國界的，只要你的代碼是在中国敲出来的，只要你的技術演进路徑是可以追溯的。你想通過換個馬甲把這個東西複製過去，就把核心資產賣給競爭對手，沒那麼容易。哎呀，這對創業者來說，這個中美科技在這個環境也真的是太難了，對創業者。對。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分析這個最終結果會怎樣哈？目前就有幾種可能嘛。第一種就是商務部評估後認定啊，你 Miners 的遷移和出售行為符合中國法律，或者所涉及的技術不在出口管制的範圍內，那交易正常推進。這種情況下 ，Meta 就如期獲得了 Miners， 然後蕭紅出任 Meta 副總裁，皆大歡喜，人生達到巔峰。第二種就是評估認定存在這個程序的瑕疵，但是可以補救，交易各方呢需要補辦出口許可證等其他一些合規手續，交易時間表會延後，但不會被徹底叫停。第三種商務部認定存在嚴重違規，直接否決交易。這種情況下 ，Meta 那為了避免法律的合規風險，就可能會主動放棄收購，因為美國上市公司不能收购非法資產。那如果万一真發生這種情況，会怎么办呢？对，那我估计这个创始人团队他们核心人员应该就会直接加入 Meta， 然後他們把這個代碼重新敲一遍，就是重新再做一個 Meta 出來，應該是。那這個時間可能就會變得就拉長了。第四種就有可能要求 Miners 剝離涉及中國數據的部分，或者承諾核心算法進行開源，以換取交易的通過。但是這應該就是違背了 Meta 收購的初衷，就有可能導致交易的破裂哈。我個人認為，最終結果大概率是第三種，就是商務部可能會否決這個交易，因為這個筆交易它觸及了太多敏感點。你看，技術出口又是在人工智能的領域數據的出境，還有中美的科技戰，在當前這個地緣政治環境下，監管部門很難對這種換殼出海的行為開綠燈否則就可能會形成示範效應就像以前 VIE 架構，現在全是換殼了，那以後其他企業都有樣學樣，那都在國內先做個產品，有了起色就開始跑到海外，而且這個人工智能領域又不像什麼類似於美團、阿里之前那種業務需要大量的中國用戶，對吧？那個你肯定無法跟中國脫鈎，但是你像這種智能體，它就完全可以直接脫鈎，然後出海。最值錢的就是這些人的大腦和他們曾經敲出的代碼。以至於甚至沒有代碼都行，他們在海外重新敲一遍都有可能所以說這次判例一定是非常關鍵的，也會為將來中國大陸人工智能的發展劃定一個框架。Miners 這個案例其實它撕開了中國 AI 行業一個很少被公開討論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希望培育出世界級的 AI 公司，另一方面呢，嚴格的監管限制又在客觀上限制了大模型的發展空間，創業者就夾在這中間進退兩難。說實話，如果你是個理性的人你也很難去指責這個蕭紅的選擇。如果你看一個有野心的創業者想做全球最好的 AI 產品，那你會怎麼選用被閹割的模型在國內市場慢慢磨，還是直接用全球最先進的模型去征服全球市場？從商業角度看，後者顯然是更理性的選擇。所以，如果是這個判例讓這個 AI 創業者們覺得那還不如就先直接肉身跑到海外去做一個創業產品，這對中國 AI 人才的流失反而可能會加劇未來會怎樣，讓我們拭目以待吧。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說出你們的看法。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